2年幾冇嚟京都啦，今日就帶大家翻去一個年卷西風、人比黃花瘦嘅李清照嘅澱梁。《水滸傳》入邊啊，潘金蓮咧就曬呢啲竹簾嗰陣時咧，嗰啲竹簾咧就跌鬼咗落嚟，冚親咗邊個頭咧？今日由 Park Hyatt 行到去2年版、3年版同埋清水版，上到嚟清水寺就完成咗我今日咧同大家現場直播啦。COVID-19 之後嘅京都，闊別2年，史上最長最深度嘅45日日本環島團 start， 頭2週參加關西2大祭，去北陸2個小京都，跟住飛去北海道，10日由稻央到道東，享受北海道嘅美食同埋花田，穿越津輕海峽回到東北，參加3大祭，縱走成個東北，大月進入寧靜嘅四國。跳到3年1度嘅瀨戶內海藝術節，阿布姆狂歡。離開四國，由倉敷經過山陰、山陽，直到廣島。最後2週縱走九州，無論係移動美景嘅九州響宴觀光列車，或者係啱啱落水嘅豪華帆船上邊享用懷石料理。世界遺產屋久島一定帶俾你一個最療癒嘅九州。じゃあ日本一周40公里出発。早晨各位朋友，我而家咧就係京都最新嘅酒店啦 ，Park Hyatt Kyoto。咁呢間酒店咧已經住咗2晚啦，琴日啱啱落咗一場雨。我哋而家咧就帶大家行一行咧呢間酒店附近。呢間酒店一出嚟咧就係2年版、3年版同埋清水版。隔離咧就係高台寺啊，高台寺咧其實就係豐臣秀吉嘅老婆嘅家廟嚟嘅。因為咧，佢曾經咧係生唔到細路仔嘅關係咧，佢就行呢條路斜路想去拜清水寺嘅觀音菩薩，結果就成功地為豐臣秀吉懷孕啦，生咗個細路仔出嚟，即係可以繼承呢個將軍嘅事業啦。於是乎咧，佢就好中意呢度，呢度個名就改咗啦，就叫做2年版咯。係啦，呢條路咧嘅點解呢個酒店完全同呢度嘅建築係融合嘅？我而家就帶大家睇下凌晨。都唔係凌晨嘅6點鐘咧，6點鐘好靜嘅
年班、3年班。呢啲建築咧就係京都最典型嘅町家啦。其實町家咧嗱咁樣，大家睇得清楚啲。町家啲門面咧全部都好窄嘅喎，佢入邊咧就好長嘅，係啦，佢叫做 unagi 一，就係鰻魚屋嘅。因為咧以前咧徵稅咧就係靠呢啲門面咧，你要幾闊咧就要俾幾多錢俾將軍嘅。咁啲屋企咧就整得好窄啦，入邊咧就好長喎。好似一條 unagi， 好似一條鰻魚咁樣，所以咧叫做鰻魚屋嘅。咁啊，町家咧而家剩翻喺京都咧好少啊，保持得最好嘅一 part 咧就係2年班、3年班呢一度啦。咁你見到咧呢啲屋咧，其實個 style 啊，你可以咁講，其實咧你喺宋朝嘅話，亦會睇到嘅，因為全部都係京都、秦宋、奈良、秦唐。最好嘅唐宋嘅文化咧，保留咧就喺京都呢度，同埋奈良啊。嗱，呢啲就紫陽花啦，我哋中文咧叫做繡球花，京都咧係叫做紫陽花嘅。你到咗中午時間咧，就好多人㗎啦，係啊，3年班啦。咁而家咧凌晨嘅時候咧就好少人住喺呢度。當然有好處咧，就係夜晚即係咁靜局嘅時候咧，你可以行一行京都嘅呢啲。幾百年，佢冇1000年嘅，幾百年咯，幾百年嘅町家咯，係啊，呢度都好好啊，呢啲町家。呢個另外一個咧，好出名嘅日本嘅畫家啦，竹久夢二嘅屋企嚟嘅。竹久夢二係邊個咧？其實我睇過我再之前嘅拍嘅一個旅遊節目，呢個日韓台櫻花三角戀咧，又係介紹過呢位仁兄嘅，去日本版嘅 Paul Gauguin 啦，即係佢喺京都咧。好多 mistress 㗎，即係好多情人都好中意同啲藝妓打交道啊，畫咗好多靚女，即係講緊係明治維新嘅時候啦。呢邊咧你見到啦，再上去咧就係布丹啦，我亦喺度影過嘢嘅，跟住再上去咧清水寺。我哋而家咧就去睇一睇呢個八重之塔、八坂之塔，係啦。咁早咧冇人咧，其實咧就可以唔使戴口罩嘅，因為而家咧日本嘅口罩令咧都開始放寬咗啦。喺京都漫長嘅歷史入邊咧，我哋人類咧或者本身自己咧，其實就好似浮游於天地啊！我哋嘅壽命咁短，不過京都咧，佢唔係長短嘅問題，佢係 eternal 嘅。所以日本人話咧，東京咧係日本嘅心臟，因為佢係日本最大嘅城市啦，已經有3000萬人口，亦都係世界最大嘅都會啦。京都咧就日本嘅靈魂嚟嘅，心臟停止咗，當然個人會死啦。不過靈魂咧係 eternal 嘅，係唔會死嘅。呢個就係京都咯。即係當我瓜咗一日咧，我相信咧京都依然都係咁靚咯，因為佢係一個永恆之都。所以喺呢度咧，任何時候嚟都係一種享受啊！唔淨即係視覺嘅享受，係一種心靈嘅享受咯。你可以見到一啲幾百年嚇，京都係冇1000年嘅建築，因為咧幾次嘅戰亂啦、建仁之亂啦，又被戰火焚燒過成個京都啦，所以京都而家冇咗唐朝嘅建築啦，最早嘅建築咧已經係南宋時候嘅建築啦。譬如呢一個咧八重之塔咁樣咧，即係佢而家啲600幾年咯，係啊，600幾年係中國嘅明朝時候啊。好靚啊！呢個塔咁其實我哋呢度咧拍過好多次嘢嘅，拍京都奈良夢華錄日呢度拍啦。如果大家記得啲劇照咧，都喺呢度影嘅，係啦。咁呢幾條街咧都行過好多次啊。咁如果大家中意睇啲建築嘅嘢啦，啲特色啦嚇，即係譬如話呢啲像字啦，點樣設計啦，呢啲町家嘅設計嘅風格咧，都可以睇翻我好多年5年前嘅一個節目啦，叫做京都奈良夢華錄，即係喺京都咧，秦宋喺奈良，
奈良咧巡堂，係啊，大家可以睇翻我舊嘅節目啦。我哋離開咗八坂之塔啦，繼續向呢個三連板進發。咁而家都係朝頭早嘅6:40，成條街咧就得好少嘅晨運嘅人士啦。咁呢一間咧就係奧丹啦，呢一間咧係奧丹嘅分店啊嚇，佢原本咧就喺南禪寺嘅，日本最早嘅豆腐店啦。咁啊，我喺節目入邊曾經都介紹過咧，係因為咧南禪寺成日都大火啊，火燭咗之後咧，佢哋為咗籌期咧就開始煮豆腐啦，就賣俾啲善眾。咁我就開到周圍都係啦。呢間咧就係奧丹嘅分店啦，就係想去清水寺嘅路嚟噶啦。咁呢啲設計咧，大家知唔知係咩嚟嘅？呢啲設計咧就係為咗防止咧狗狗喺度尿尿嘅一個古代嘅設計嚟嘅。佢用咗啲竹片啦喺門口啦嚇，就唔想啲狗狗咧喺佢屋企門口尿尿，因為咧阻住咗之後咧，嗱呢度都有屋企咧可以保持清潔咯。門口係啦。咁呢度到咗晏晝咧，好多人㗎啦。呢度已經係3連板嚟㗎啦。當年咧，豐臣秀吉嘅太太咧就沿住呢條路啦，想去拜清水寺啦。呢度已經係世界文化遺產嘅一部分。呢啲丁街嘅窗咧，其實咧係有意思嘅喎。呢個形狀啦嚇，就代表咧佢係手打梳把嘅，其實係古代嘅招牌嚟嘅。京都真係好多故事，每一次嚟咧，我琴日咧就帶啲團友咧喺度行啦，即係講咗個幾兩個鐘頭，即係講京都嘅歷史啦、故事啦、建築風格啦。咁團友入邊咧有喺美國翻嚟嘅華人啦，咁佢哋就唔係太熟悉歷史啊，咁啊解釋好耐，即係中國嘅歷史對於日本嘅影響咯，特別係唐宋對於日本嘅影響，好似周作人話齋嚇，中國嘅文化咧係健全地在日本生活。呢度係收集垃圾嘅地方。哇！咁早都咁多人想去行清水寺，未開門㗎喎。咁早咧，清水寺係未開門嘅，不過已經有人行緊㗎啦。咁我呢條路一路上去啊，就會見到清水寺㗎啦。呢度係3連板啦。嗰條大街咧，跟住向呢邊清水板啦，向左轉咧，已經係清水板嚟嘅。又係一條斜路啦，向上嘅一條斜路，兩邊咧全部都係鋪頭嚟嘅。晏晝咧就冇車入嚟㗎啦，晏晝呢度係行人天國啊！喺呢個時候咧，朝早咧個凌晨，啲鋪頭會攞嚟送貨啊，有車上嚟。琴日晏晝嚟呢度咧，帶團友行嗰陣時，呢度就好逼傑啊！主要都係日本
國內觀光嘅人，因為而家咧係叫馬茲利，即係呢一個奇緣祭啊，1年1度京都最大嘅一個節日。全個日本啲人好似都嚟咗京都一樣。咁而家係朝早6點幾啦，都有咁多人，你諗下，你到咗晏晝一路到夜晚時間，呢度都係人潮湧湧啊！咁我同團友琴日嚟呢度咧食 ice cream， 抹茶 ice cream， 我永遠都好中意食嘅抹茶 ice cream。然後咧呢度仲有啲好細嘅廟啦，呢個叫寶德寺啊。因為咧呢度咧其實好少尖牙，即係好少神社啊，全部都係 Tera 嚟嘅 ，Tera 即係寺廟啊。因為呢度咧係屬於清水寺，其實以前都係清水寺嘅範圍。清水寺曾經係一間好大嘅範圍嘅廟啊！哇！而家的士入到嚟喎，到咗呢個日頭咧，的士唔可以入嚟啦，係啦。咁我哋已經到咗咧世界文化遺產嘅清水寺啦。佢 close 咗好多年啦，就係 renovate 為咗東京奧運啊。結果咧，東京奧運咧冇遊客入嚟啊，真係嘥咗佢啲心機啊！琴日清水寺入邊咧好多遊客，而家咧就好少，因為而家係朝早嘅6點50分啊，仲未到7點鐘，已經有人喺度影緊清水寺啦。你諗下，如果係日頭時間，呢度仲誇張咩？想同大家介紹下咧，呢啲就叫羅蘭啦，呢啲竹點啊。你唔知道啲窗戶出邊咧會掛竹簾嘅話咧，大家可以睇翻咧《水滸傳》入邊啊，潘金蓮咧就曬呢啲竹簾嗰陣時咧，嗰啲竹簾咧就跌鬼咗落嚟，冚親咗邊個頭咧？西門慶嘅頭。所以呢一種建築風格咧就嚟自於宋朝嘅，你就係憑住《西廂記》呢一段啦嚇。蕩婦潘金蓮偶遇西門慶，你就知道啦。原來呢一種喺2樓嘅房間門口咧，窗戶出邊咧會掛一條呢啲咁嘅羅蘭啊，即係呢啲竹點嘅話咧，其實係宋朝嘅文化嚟嘅。你喺宋朝嘅呢啲名畫入邊咧，其實之前咧我喺中文大學借咗啲宋畫出嚟嘅，佢有一幅咧叫做《高台焚香圖》啊，喺高台上面燒香，係好浪漫嘅宋朝文人嘅情懷嚟嘅。就係呢啲咁嘅一式一樣嘅建築啦，你會見到咧啊，咁似2年版嘅，咁似京都嘅嗰個咧，就係我哋嘅澱梁咯。係啊，中華文化嘅最高峰期嘅時候就係宋朝嘅時候，所以當時我嘅節目係叫做《京都奈良夢華錄》啊。你喺京都咧會見到宋朝嘅，你喺奈良咧會見到唐朝嘅。咁呢一個咧就係點解我咁中意京都同埋奈良嘅原因咯。呢個係一個永恆嘅一個文化嘅傳承嘅。咁你見到咧，嗱呢度全部都保存咗呢啲潘金蓮小姐就會出嚟咧收佢嘅羅蘭，即係等啲陽光入嚟。點知啲竹竿咧就跌鬼咗落嚟，冚親咗西門慶嘅頭。咁就發生咗呢一段奇緣啦，就係大家都知道嘅嚇，傳頌咗幾百年啦，都有1000年嘅宋朝，剛剛1000年度嘅呢個《水滸傳》嘅古仔啦，就係《金瓶梅》嘅古仔啦。